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对岸的外交部长秦刚怎么回事啊？20天没看到人，有这个中国外交部开记者会，外籍记者来问发言人，发言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哦。我们来看看。AFP, regarding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s recent absence from official duties, is this due entirely to health reasons, and are there any updates on when he is expected to return? Thank you. 我此前已经介绍过相关情况。下一个问题。好，我们帮汪文斌算了一下时间呢，从记者提问完到他回答整整16秒哦，他中间空白了16秒，不晓得在想什么哦。所以呢，这更引发了舆论的哗然以及外界的一些疑窦哦。包括一开始中国外交部是说秦刚因为健康因素哦，所以东协的外长会他没办法去。结果《星岛日报》揭露说，秦刚他确诊 COVID 啊，所以呢才消失了啊，在养病。可是现在已经整整过了20天了，有更多的八卦，更多的讯息传出来了。有人讲啊，秦刚跟一位女士过从甚密，她是双面女间谍，过去曾经在这个电视台工作，凤凰卫视派在美国而且在这个派在香港的一位记者兼女主持人，两个人有不正常的婚姻以外的关系，所以被中纪委给约谈。不过这个说法呢，并没有得到中共或者中国官方的 confirm， 他们并没有证实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呢，中国前外交部的官员韩连朝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呢，突然的天外飞来一笔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po 了这张照片。这是秦刚，这是这位据说的女间谍两个人的照片把它 po 出来，然后说男女主角，所以才会传得沸沸扬扬嘛女主角叫傅小田她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过去曾经在剑桥念过书留过学，然后在新闻界也大放异彩。那过去她曾经贴身采访过秦刚也跟秦刚这个有一个专访。那他到底跟秦刚有没有什么样的不正当的关系呢？现在不知道。可是呢，今天很奇特的有一组画面流出来，这是傅小田跟一名不知名的男子在一起，在一个豪宅看起来很舒适的房子里面一起照顾一名小 baby 所以外界就说这是不是刻意的，刻意要来洗这个风向现在不知道外界传说非常多个版本。可是呢，有学者，这是旅美的大陆政治评论员邓玉文他就说，如果秦刚再不现身这个问题恐怕不单纯，问题恐怕不轻他说假使未来几天官方还没有秦刚会见外宾或出访等报道，多半说明的确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可能不轻。可是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公众或是大家关注的还是美国跟中国的一些外交上面，以及美中冲突叶伦才刚刚访问完北京嘛，他说美国应该要寻求缓和跟中国大陆的紧张，可是如果现在说要解除关税，这还太早。他认为呢，中美两边可能长期有所谓贸易上不公平的行为，所以呢，如果现在把这些关税给拿掉，恐怕不是时候，还太早。而我们知道凯瑞，这是美国的气候大使他要访问北京了嘛那在访问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大陆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也跟这个凯瑞已经在这个展开了会谈，在北京饭店。那另外呢其实凯瑞要出访北京这件事情，在美国内部两党政治底下也引起了一些攻防战，包括你看到联邦众议员伊萨就在一场这个听证会上面问了凯瑞说习近平实际上是否是个独裁者呢？凯瑞的回答是说，你讲这些都像是水过鸭背，没有什么用。
你不要纠结在这些标签啊，或者是称呼之类的事情上。其实拜登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他讲的是过去拜登有一些选举的语言，2-3个礼拜前讲了，脱口而出讲习近平是一名独裁者。而另外共和党呢，现在就批评这个民主党你太软，你对中国姿态太软了他施压拜登政府说你们要暂停访中，你们这么多美国官员跑去访问中国大陆，那表示你们太软了，姿态太软了。我们看到布林肯、耶伦、凯瑞相继访中共和党就开始施压拜登的团队，说你应该采取更 tough、更强硬的路线啊，还建议美国官员说你要停止访问中国，一直到北京统一重新开启军事对话为主。我们知道现在美国、中国2大军事强权在军事上面的通话是断线的。来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秦刚的事件很八卦呀。秦刚，中国外交部曾经说是健康因素，那后来就不再回应了，因为健康因素超过2个礼拜，实在是要构成理由也是蛮奇怪的那可是他也没有公开说他现在正在接受调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还没有调查完那是不是那个女生？坦白讲，我们不确定因为外面又传出那个照片，说那个女生有跟另外一位男士在一个豪宅里面那因为这个傅小田最后一则微博是4月11号，他就坐飞机要去美国嘛，那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就没有消息了。所以我认为应该是4月11号之后，可能在进行某种调查啦。这我们就不确定了，因为没有确切的新闻，实在是很难智慧了。说他是间谍吗？我们不知道这都是外传的。对啊，这个实际上水过鸭背是一个英文的成语了是 water of the duck's back，那个意思不是没用是水珠过了鸭背一下就滑到地上去了所以就是表示你对我的批评我完全不在意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哎呀，讲这个独裁者拜登就是讲过了那习近平也没把它放在心上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最重视的还是习拜高峰会嘛11月可能因为9月9号真的来不及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有很多密集的高层访问，他们就是要酝酿，看至少要有一点成果吧，不然11月那个高峰会没有内容，那像话吗？那共和党为什么急？因为共和党当然知道，只要美中有任何合作的突破，都是民主党在得分对因为他执政嘛。是所以共和党是巴不得你破局所以他当然是希望你都不要去，是强硬就好。是因为你再怎么强硬都强硬不过共和党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是这个就是执政跟在野的区别嘛。那我认为拜登确实想要对中美关系做一点整理就是可以得分的项目，我们就应该要得分。那要对抗了就继续对抗那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最倒霉的应该是民进党因为他就卡在这中间比如说赖清德8月下旬到8月15号可能要过境美国嘛那个时候就卡在中间，是因为美国也不好让北京找到理由说，你看你又来了，那后面又难以进行，所以现在是坦白说都不能够犯稍微大一点的错误就是双方都很谨慎小心翼翼。对，所以北京也就是说你要来你就来吧，我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在挡你，不要。可是要突破难度真的也蛮高的，就是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要让步。所以你看叶伦又讲那个话，说我们最近要降这个关税也是有困难的，表示那个时间点还没到。是。那我觉得可能要后续看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美国3大科技公司要去华盛顿跟商务部讨论一下嘛，说你们是不是不了解我们必须要一定要有中国市场这个部分不然我们的营业会很惨没有错那这个部分商务部会不会听进去？这个也会决定 Raimondo 如果真的去中国了，那是不是相应要取消部分的制裁啦？这个我觉得都是联动的。对，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对。来，我们请教左老师。基本上来讲，我认为凯瑞去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这个叶伦是美国鸽派的代表，那么凯瑞可以说是比叶伦更鸽派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基本上凯瑞跟中国大陆的渊源是很有意思的。2004年，凯瑞那个时候是民主党的这个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可是那个时候他提出来就是指责美国大企业把他的工作都外包到中国大陆去。是那时候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也曾经一度威胁了这个小布希的连任。但是等到他2013年接任国务卿之后呢，他反而成为美中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舵手。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个，奥巴马开始推动跟习近平的1对1的高峰会，第一次在阳光庄园，加州的阳光庄园，那个时候凯瑞就是国务卿，那个时候双方大概会谈了大概将近两天，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川普上台的第1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双边的高峰会，那个是从凯瑞开始的，所以凯瑞跟习近平的互动非常多。那甚至他也曾经跟这个拜登一起做东来宴请来访的这个访问美国的习近平，所以他其实跟习近平关系是非常的好。那因此他这一次你去看他访问，其实代表2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美国尝试用分隔化来缓和跟中国大陆的紧张关系，所以议题分隔化了。议题分隔化就是说，军事方面双方很紧张，但是我们可以在经贸上，我们可以在环境上来做一些努力。那从这些不同议题里头的努力，希望它能够外溢，去缓和双方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的针锋相对。所以这是第一个。但是在叶伦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看起来不是很有成效。那现在凯瑞来了，会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有成效呢？我认为这个还有待观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牵涉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希望美国去解除对于它的太阳能板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关税。那这个问题很显然又回到了原点嘛。所以凯瑞在那个国会答询的时候，他说他不会让步，他就已经说，因为这就是国内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第二个，当然我觉得环境问题更特别的一点是，因为这个是可以唤起美国国内这个民主党核心支持者的一个热情。因为大家都希望在今年底的这个环境大会，在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行的环境大会能够有所成就。那这里头他这次谈到几个，包括甲烷的排放啦，包括降低煤的使用啦，包括这个砍伐森林，甚至对开发中国家的这种金融的支持。那这些问题，如果双方，因为这些问题双方是有一些基本共识的，如果这些共识能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我认为就会有助于双方去解决在一些比较棘手问题上的这个针锋相对。是，来请教彬哥。我觉得秦刚这个问题真的很怪，特别是汪文斌的那个反应更怪。对，因为汪文斌其实他们都是准备好很多资料。是。那如果说是他根本不想回答问题，过去他也遇到过很多这种问题，他会直接告诉你他下一题。对，下一题，或是直接跳过。对。他会这样做，可是他这次居然会迟疑了这么久，这真的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哦。那他一直在看那些资料，他是心里头在思考到底要怎么回答这个题目吗？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应该有准备说，可能有人会提这个问题。他应该照理来讲，他应该知道一定会有外国记者会问这个东西，因为一个外交部长这么多天没出现，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他为什么要隔这么久？他一定知道了什么东西，可是他可能思考一下，还是觉得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讲。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这样，欲言又止。对，想讲又不能讲，对，有那种感觉啦。所以我觉得他显然是知道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大概还没有获得完全的授权，所以他不太敢直接讲。那现在当然乱七八糟的消息是传的谣言满天飞，一下说是一个某实姓的一个红2代、红3代是他的前夫，就后来那个人家去查发觉，那个傅小田去年就已经否认过。可是问题是傅小田去年说他是未婚的，可是他有个小孩，他的小孩到底是谁的？然后现在又出现这个画面，那又有人说跟香港一个富豪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很扑朔迷离，到底是怎么样？因为甚至这中间跨度，因为网传说他跟香港那个富豪，那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就一整个非常奇怪。我觉得，因为现在资讯真的太少，相关的东西真的不多。那以汪文斌的反应判断，我觉得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什么东西了。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邓玉文讲的是很正确的，也就是如果这么久都不出现的话，那肯定是出了不太小的事情。傅小田今年40岁，是。
秦刚应该是55岁左右吧，差不多，他好像比我大个1-2岁而已。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也有采访过，就是采访跟受访者的关系。所以这中间真的是扑朔迷离啊。那至于说共和党要求他暂停访中，要对他更强硬，对中国大陆更强硬，再强硬下去，两国就准备开战嘛。我不知道这么严重，他到底想要强硬到什么地步？这两国现在已经军事沟通断绝了，是，那你继续再强硬下去，真的有可能会开战了。太可怕了，共和党是搞不清楚这种状况了。对。所以呢，当然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对话不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冲突，才是我们想要的哦。那我们再来看看，有很多所谓的阴谋论在进行中包括秦刚啊，是不是跟一位女间谍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或者是最近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桩奇案也是街头巷尾大家在热议。这是中国天才军事科学家38岁的年纪突然车祸身亡。可是，如果是真的车祸也就罢了，问题是好像中间还有很多蹊跷，包括其实这一位这个所谓的天才军事科学家，他叫做冯阳鹤，他是这个解放军指挥系统的研发者。而且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说一个这个最强大脑战卢必须讲他可能对中国大陆包括指挥系统的研发有很大的贡献。那这一次他是在打车对岸这么讲的，就是在搭计程车的时候突然车祸死亡。可是他的讣文上头又特别讲了，来大家拉大看一下，他说这位同志是在执行重大任务途中在这个2023年某月某日几时几分在北京不幸牺牲终年38岁，所以这个很怪所以网络上就有一大堆的传言有人讲说他车祸不是意外啦，他死前还护着高超音速导弹的重要资料，是有人要夺他的资料吗？还是怎么样呢？网友就说了，一台滴滴，一台计程车就打垮了中国科技。冯阳鹤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你知道吗？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就制裁了很多中国大陆的高校，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大学，其中国防七子全上榜讲的是国防科技的研发这些重要的大学都被制裁了。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国在对抗嘛，那现在呢可以看到伊朗包括加入了古巴这些俄罗斯跟中国组成了反美联盟吗？而且还日益扩大吗？我们先看看伊朗这个国家，前一阵子也是2020年的时候，也有很多包括核弹专家和这个顶级的核专家遇袭身亡，那个时候也说是被暗杀的，而且伊朗的总统还说凶手就是以色列所以你看这些大国在竞逐的时候，科学家也是包括很像科技电影一样，这些科学家有可能是被暗杀的吗？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反美的联盟，包括伊朗，包括古巴他们在靠拢中国跟俄罗斯那美国现在有很多政策寄出来了，是不是也助长这些反美的联盟的壮大？包括伊朗7月初已经正式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跟中国、俄罗斯搭建更紧密的关系。过去包括天然气试图绕过美国的制裁他们也有一些计划，还有包括中东主权基金这个打算先达宁于上海进行 IPO 像这样子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讯息，包括经济上面的合作，包括科技上面的合作，其实现在都已经传出来了。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美国将派 F-16战机到荷默兹海峡，要防船只干嘛被伊朗扣押因为这个地方荷默兹海峡有很多的船过去所以美国正在加强在这个战略要冲这个地方要部署他们的喷射战机防止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在中东各地加强合作。另外，我们看看乌克兰战争。我们知道美国不是要给这个俄罗斯要给乌克兰集束弹吗？普京他就发话了，普京他就说，我们俄罗斯也有很多的集束弹，你以为你有，我更多呀我们现在保留相应行动的权利，两边都在吓阻对方那美国他当然他把很多的集束弹送到乌克兰现在已经运到了，可是还没有开始使用。像是美国的前 CIA 官员就讲了，
集束弹哦不会改变战争的形势，不会改变战场的形势，可是对大量平民造成了危险，伤害会很大。所以呢，恐怕很不人道哦。所以他也讲了，这一切这个决定表明了美方的伪善。你一方面要保护人民，可是看起来对人民的伤害非常大。而另外一个讯息出来了，华府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训练乌克兰 F-16的飞官。美军将领说，现在还不是理想的时间。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理想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俄罗斯不是有瓦格纳传出要政变吗？现在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他有一张不雅照传出来。所谓不雅照，就是穿着内裤很狼狈的坐在床上面。怎么会有这一张照片出来呢？就有分析人士说，这个尴尬狼狈照的流传，目的就是要破坏普里格金在外界的形象。破坏他的形象要干嘛呢？这些都是有联动的。我们先请亮哥来为我们分析，包括美国是不是有可能是背后的引武者呢？解放军的一个指挥系统研发者，他的车祸身亡是这个意外，还是真的有人在背后有阴谋呢？台湾也常有英灵早逝啊，所以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扯太多了啦。半夜2点半下班，然后车祸身亡，那应该检讨的是这个军方的单位怎么没有帮他安排他个人的坐车吧？如果他这么重要，因为他搭计程车，他为什么没有坐车呢？是真的很重要吗？重要到没有坐车，你认为这有可能吗？照理说应该有司机，当然是嘛。如果他是非常重要，是，然后他是负责 AI 的，他做的是兵棋的多方的博弈的决策系统，是，这个有严重到跟武器有关吗？我觉得这个都吹太大了啦，扯太多了。不是啦，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不幸车祸身亡嘛。那你要去扯，你如果说是那个航空母舰那个电磁弹跳系统那个发明人碰到这种事，那我就还相信一点。那如果是那个级别，会没有坐车吗？怎么可能呢？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扯太多了啦。我基本上不太相信海外那些报纸啦，那些90%都是错的啦，事后证明啦，是，事后然后网络的更严重那秦刚不知道已经传到哪边去了啦甚至还有人说他是美国的间谍啦。你说秦刚啊？是啊，连这种报道都在登啊，简直是实在是懒得去评论了所以我是觉得你要看他所涉及的，如果是目前正在突破的重大技术了我讲的是硬体的啦因为坦白讲，这个你说这个兵棋推演的复杂多方的一个决策系统，你说这个东西少一个人就其他人都没有用了，这个我实在是难以想象了，不过我跟你讲这个集束炸弹目前已经到货了，那乌克兰不一定敢用因为他如果用了，俄罗斯也会用，是，然后战场都在乌克兰，那这个的未爆弹的比例美国是吹牛说它只有4%可是没有人相信因为美国在越战的时候留在老挝跟柬埔寨的集束炸弹的未爆弹高达8000万颗，那他在那个地方丢的集束炸弹是2.4亿颗，天哪，所以它是1/3未爆是，好，那就说好，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技术改进了我是听赖岳谦教授跟我讲的，他说至少还有10%。那就你要不要去面对这个10%的未爆弹嘛？所以我觉得，坦白讲，你说英国给他平油弹，他也没有一直用没有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就看出这个英国跟美国可以不讲武德、没有良心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他自己的弹药不够了嘛，他就给你这种炸弹嘛，那你要不要用啊？你自己看着办吧。事实上，乌克兰目前已经开始面临一些困境了啦。你这边所举例的比如说 F-16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训练？现在传出来的时间是8月。那美国五角大厦说 F-16要能够灵活操作，足以作战，要4个月。那就是年底啦。是，年底的这个战争还在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那美国到底在想什么啊？要么就给你集束炸弹啊，要么 F-16不尽早训练，还有拖延交机，这太多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大概也不知道怎么下去了啦。因为接下来大概乌克兰的军援也不会如以前啦，所以这个要怎么样继续下去？我觉得恐怕美国、俄罗斯跟中国现在都要进入最后阶段的谈判了。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请索老师帮我们解析一下反美联盟的部分。好，基本上来讲，其实俄罗斯最近呢，其实今年以来有跟伊朗跟这个中国大陆一起在这个中东地区进行军演，因为他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需要通过伊朗这个地方把他的这个石油输出去，同时他也需要伊朗提供他的无人机。那刚好伊朗一直被美国制裁，他也需要找一个盟友，所以两个一拍即合，而且他们在叙利亚有共同的利益。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最近比较有趣的新闻，第一个就是看到伊拉克跟伊朗的这个石油换天然气，那这个其实反映的是，其实背后还是有美国的影子了。因为本来伊拉克是从伊朗进口天然气，可是呢，美国不让伊拉克付给这个伊朗美金，所以因为伊朗是被制裁嘛，所以就变成这个伊拉克一直欠这个伊朗钱，那伊朗就说你欠太多，我就把你的这个天然气断气之后，它就没有电力，所以他现在就是说，那我用石油跟你交换，可是这个石油仍然是美国，如果美国不点头，他也是做不了的。那为什么美国要点头呢？第一个，因为很重要一点，因为美国现在跟伊朗已经重新展开秘密接触，所以他等于也通过这个方式对伊朗就是说释出一个善意。另外一个，我觉得最近大家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增派 F-16到这个中东地区去。那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说这是为了要护航他在这个荷姆兹湾的这个他的这个船只，因为可能会被伊朗逮捕劫持扣押，因为伊朗的方法就是扣押美国人啦，扣押美国船啦，逼迫美国人跟他谈判。但这只是一部分，大家注意到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今年3、4月的时候，美国才把 F-15、16从中东地区调回到美国去，然后增派了 A-10。为什么呢？因为 A-10的那个厂，它的生产的工厂那个地方的那个国会议员说，不行，你一定要继续让 A-10服役，那他们当地才有这个工作，所以他就是继续使用了 A-10。那现在发现到不行啊，因为这个地方美国的军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沙烏地阿拉伯就不重视美国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不重视美国啦，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外交资产就是他的军队，所以他现在要再调拨 F-16来，其实是有这个目的。除了在荷姆兹湾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在叙利亚，因为美国过去是在这个地方，在叙利亚的北部，他要轰击这个当地的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国的这些对恐怖组织。那现在，但是那个地方就碰到俄罗斯的这个军力，就是俄罗斯在叙利亚也有驻军，所以它变成跟伊朗啊、跟俄罗斯在那边就双方有交火。那因此他要加强他的这个实力，一方面他保护以色列，一方面他就等于是告诉沙烏地阿拉伯、告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我在这边是有实力的。事实上，美国现在在叙利亚北部还有900名的军队，所以事实上他有驻扎军队在那里，但是他可能觉得不够。他如果要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作为一个加强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交关系的一个筹码，这个显然是不够。这是为什么他要调拨 F-16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问一下彬哥怎么看呢？我觉得美国当然看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训练他们去驾驶 F-16，表示美国根本就没打算要给他 F-16。我觉得在我看来是这样，基本上就是美国其实是持一个保守态度，他现在对待乌克兰就跟对待台湾差不多，就是我给你这种低科技的巷战武器，让你慢慢去打，然后反正造成伤亡就是你家的事。那当然，俄罗斯现在自己的内部的有一些问题也需要去解决，包括普里格金跟瓦格纳集团的问题。因为最近有消息说，瓦格纳集团有一些大概有数百名士兵已经真的移到白俄罗斯去了。那到底情况是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但是最近流出来这个照，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张是其中
据说还比较平实，据说他其他几张，因为好几张照片，其他几张据说是穿什么奇装异服，还戴假发，很奇怪的假发，男扮女装之类的。那个是他的豪宅被收，是，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你说这是故意要去破坏他形象吗？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对俄罗斯人来讲，你说穿的内裤，其实我刚看到，我就觉得，其实他腿出乎我想象中细，腿长得还不错。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俄罗斯人会怎么想，我是不知道。那他们是不是有可能要去破坏他形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普里格金过去被视为国家英雄嘛，他是仅次于普丁在俄罗斯境内受欢迎的程度。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716，昨天在凯道的这一场活动，已经变成柯文哲的主场吗？另外，吴子嘉语出又惊人啦，他说蓝白合有谱，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先来看看昨天的这一场活动，716的凯道大集结，结果呢，这个哪一个人的人气高，哪一个人的人气比较差，一下子一翻两瞪眼。我们先看看直播在线的人数啊，黄阳明整理出来了。馆长的主频道，因为他在好几个 YT 上面有播送嘛，直播嘛。一个是馆长的主频道，另外一个是柯文哲的频道。那这个侯友宜这个先看看侯友宜在线的人数那时候很诡异哦，本来3万多，一下子掉到18000，他上台的时候，后来当然又回升了哦。外界说可能啦，频宽的问题或是技术性的问题哦，不知道哦，突然有一个很诡异的下降再回来哦。那郭台铭在台上大概都维持3到4万的人数，可是呢，柯文哲他被排在压轴的位置，而且他的人气也是最高的，在馆长的主频道破了5.3万人次是最高的哦。那他自己的频道也有3.4万人次哦。所以为什么外界会一直讲昨天是柯文哲的场子哦？这个就很明显了嘛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另外呢，侯友宜跟郭台铭的互动也被媒体来放大检视，包括你看到郭台铭先上台讲话。讲完话之后，他在台下嘛，那记者就问他说：“郭董，你还要在这里吗？你在等谁呀？会不会跟侯友宜同框呀？”那郭台铭就说：“我想听听看柯文哲怎么讲话，因为要学学看柯文哲致辞讲话的技巧。”可是后来发现，他下台之后是侯友宜上台，他看一看他就走了。很奇怪，他就离场了，是不想跟侯友宜同框吗？还是说侯友宜的演说技巧没他好呢？不知道，我们打一个问号。而另外，我们看到侯友宜跟王婉玉这个是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在台上被嘘这个很不幸的被嘘了。那看到王定宇，这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就说你们用社会正义包装的挺柯文哲大会，难怪非我族类像是侯友宜、王婉玉都被嘘他见缝插针吗？他在挑拨离间吗？另外，吴子嘉董事长经常语出惊人这一次他又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根据我的内幕消息我收到了最新的情报，朱立伦跟柯文哲已经沟通会面了，双方可能会促成蓝白合。11月20号只会有一组人出来选总统，哇这什么意思啊？一组人而已所以是侯柯配还是柯侯配啊？蓝白合真的会合吗？我们看看侯友宜有回应他说现阶段大家对这个执政有许多意见，会凝聚更多的力量，大家一起团结，会让做不好的民进党下架某种程度你听不出来到底有没有蓝白合，到底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组人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可是金溥聪他说不可能侯柯配。朱立伦其实在同一天也接受访问说什么都有可能这是过去的说法啦。可是在吴子嘉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柯文哲的反应蛮激烈的柯文哲民众党这边透过柯文哲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涵的回应是说，柯文哲、朱立伦这2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也没有通话。他强调会务实提出理念，争取选民支持。这是空穴来风吗？这是干扰大选吗？意思就是说没有啦，哪有什么蓝白合，哪有说好了，他们都没见面多久了呀？
好，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716游行，大家在看人气嘛，哦，那人气王不用说就是柯文哲，他强压郭台铭跟侯友宜，可是柯阵营另有忧虑呀，哦，还有很多的忧虑哦。那另外侯友宜上凯道被爆出嘘声跟倒赞，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现场的状况。看到民进党完全这7年没有作为。规组害了了，和民进党落台，和侯友宜来好好啊做，好好啊做，我们来好好拼一话，上重要、最重要的，让侯友宜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有感，让人民有感，我会做到，我相信。可能侯市长没有接到主办单位的讯息，因为主办单位其实3声5令有说这不是竞选场合，不要呼口号不要有竞选的语言，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台下的年轻人就不开心了，就来嘘他比到赞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包括有没有可能郭柯配来边缘化侯友宜呢？郭台铭说这是好问题哦，记者问他，他这样回答，所以中间感觉很多 story。另外邱毅有特别爆料说，郭台铭有80%，根据他的估计，80%可能会独立参选，那个时候侯友宜就会被边缘化可能会跌破15%的民调。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ET Today 的这个引述他说年代民调公司公布民调，如果郭台铭投入选战的话赖清德是34.9%，柯文哲支持度变19.2%，郭台铭14.6%，侯友宜14.5%，也就是说4卡都的状况下，赖清德还是一枝独秀，其他3个人分食这个非绿的大饼，柯文哲也会跌跌到不到20%郭台铭跟侯友宜更只有不到15%。所以呢，如果你是绿的阵营，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民进党，我也知道，当然是要挑拨你们这3个人你们3个人越乱越好，我的形势就会大好。我们先请教亮哥你怎么看？包括昨天716凯道的场子，以及后续可能发酵的效应会是什么？这个场主要还是柯啦，这看得出来啦。这个因为我有看那个馆长那个频道的直播那本来平均大概就在4万6左右，结果侯友宜上台就暴跌到2万以下，不是技术性暴跌，我感觉就是网友那个时间就关掉了不然不会有这种现象了。可是很快又回来了，不是吗？柯文哲事实上距离侯友宜讲话大概距离也没有多久，暴冲到5万以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然就是侯友宜他的网络的这个团队啦。这个如果是赖清德或者是柯 P 要上台，肯定都有运作的啦。我们这个就是选举嘛，选举怎么可能没有网络的运作呢？对不对不过我是觉得从这里你同理去看郭台铭的2次见面会，因为董事长开讲我也看过，前子去过那基本上他自己平均播就9000到1万，平常 weekend 的时候，对不对？对那郭台铭2场平均7500，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警讯啦，就是说，我觉得蓝军已经累了啦，就觉得实在很烦又来了所以并没有那个期待值啦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的民调并没有一飞冲天比如说逼近柯文哲，所以他这样的参选的正当性就会非常低啦第一个就是说，你又不是说一定会当选，而且你的民调虽然说侯友也不高啦，可是你们2个就是在旁边嘛，3跟4嘛，有时候他在你前面，有的时候你在他前面，你这样怎么会有正当性呢？然后我们从后续看到的，你2次见面会也没有爆冲所以我坦白说，郭台铭会不会参选邱毅，恐怕太乐观了啦。他说80%我认为太乐观了啦，因为侯友宜723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会通过，那通过之后，国民党就会开始理所当然的对党公职做要求嘛，那郭台铭那个时候，我认为要再掀起另外一个新的大的风浪不容易了，因为他可以讲的期待值都讲完了，比如说我们期待了在两岸嘛，
然后讲到疫苗嘛，然后讲到经济嘛，就这样啊。那你即使去美国，你说你可以见到基辛级了，那又怎样？你能进入白宫吗？你现在如果是那个参选的意图这么清楚，美国人不会让你去的啦。我说白宫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会有那种爆发性的期待值出现了。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坦白说，会不会最终变成4个人选这个都要打个问号，都要打一个问号。那至于说什么配啊，拜托，这个选举是11月20号才要登记耶。再怎么样的运作也不可能现在见面啊，因为我刚刚跟徐府在一起啊，徐府就说绝对没有这种事啊。你说没有什么吴子嘉讲的这个事情？不，那个柯文哲跟朱立伦已经1年以上没见过面了，1年以上啊。那徐府他说他是民众党的副秘书长嘛，是，他说当然两边的团队各有认识啊，可是那个只是幕僚啊。我跟你讲，这种你只要用那个选战的节奏来思考，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对侯友宜来讲，他现在最重要的是723，他要过关嘛。那对柯文哲来讲，他最重要的就是民调我持续领先你嘛。因为如果是3个人选，柯文哲最重要的战法就是我到12月我还领先你10%以上啊，那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喊弃保嘛。这个就是柯文哲的战法嘛。那你如果是11月20，你说要浓缩成一组来选，那请问那个退选你能交代吗？我觉得那个难度太高了啦。我觉得正常的候选人不可能现在碰触这个议题了，至少要到10月了，至少要到10月啊。来，请教彬哥。我觉得当然昨天很明显看起来就是至少以现场支持者的状态来讲，就是柯文哲的主场，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状况。那王定宇这种见缝插针，我是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了。他只是想要去淡化这个游行的正当性而已。民进党其实从游行开始集结的时候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有没有效果，大家自己去看嘛。我是觉得侯友宜被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自己没有搞清楚状况，不然的话他前面讲的还可以，后面自己搞错状况。因为我听说他在上台之前还在后台那边 rehearsal 说在喊口号，他就觉得他到底是他自己没搞清楚，还是他幕僚没搞清楚，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不可以再犯了，这是很离谱的一个状况。那柯文哲当然有他的就是支持者，但是现在也有一个现象，网络上大家也都在讨论，就是你会发觉最近有一些柯粉突然之间变了，到处在骂人，到处在引战。所以这是真的柯粉还是反串的？我觉得恐怕大家自己要去留心一下，恐怕有一些东西不要随便随之起舞。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之前4年前韩国瑜那边也常常出现很多韩粉到处引战这种状况，假韩粉。对，到底是不是假韩粉或者怎么样，这个就大家自己去判断。只是这种现象很奇怪，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过去没有这么激动，然后突然之间在最近很密集的到处出来骂人，这其实是真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那吴子嘉董事长说的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极低，基本上可能性极低，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来，就是有什么理由白军现在要考虑到。现在就要去跟国民党在总统大选上面做合作，我实在想不出来。你说立委层级有可能，比如说蔡壁如的，比如说基隆的，这些是有可能，因为就是一方没有好的人选，另外一方有人选的话，那在这种区域性的合作，这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在总统大选上面，两个人民调差距如此之大，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跟你合作？那这个时候，我就讲一个最坦白的，如果说要柯侯配。那侯直接回去做新北市长就好了，他干嘛跟他配？对啊，变副总统干嘛？对啊，他变副总统有什么意思？然后蓝军还要再打一次新北市长保卫战，他在干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侯柯配，柯现在民调领先，他为什么要跟他配？所以这听起来都毫无道理啊。所以我认为吴家董事长这个消息来源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非常奇怪，这听起来是蛮诡异的。我觉得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那至于说邱毅讲了这个郭台铭8成，我也认为是8成。8成不会独立参选，8成不会独立参选，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子吧？你觉得郭台铭像傻瓜吗？所有的民调都显示他出来也不过就是跟侯友宜半斤8两而已。那他干嘛去打一个明知不会胜的仗？而且你打了这场仗之后，明知不会赢，然后到最后战犯可能就是你，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傻事？他当然对他来讲最好的就是至少要侯退嘛。你看，像邱毅讲的，邱毅讲说侯恐跌破15%，他现在就已经跌破15%，14.5%。
那请问4.5是四卡都的状况了。对，四卡都啊，因为他说郭土地参选不就四卡都吗？对啊，那侯现在已经跌破了，那又怎样？因为侯跌破，并不代表郭台铭能够冲到30%，也没有这种事啊。我讲比较那个一点，只要侯没有跌到10%以下，郭台铭出来都没胜算。是，那不是就是这样，摆明在眼前就是这种状况。所以对郭来讲，他再怎么样也应该至少要整合国民党的力量，让国民党能够支持他嘛。所以在没有国民党的支持的情况下，你想想看，他如果独立参选，他又没有政党，他必须要搞连署，搞连署又是个大麻烦不要到时候还连署不出来我讲比较那个一点，所以。对郭来讲，他怎么样都不太可能选择独立参选。我个人认为这个几率是低到微乎其微。我说80%不会都已经是高估，我认为99%不会。99%不会。来，请教老师。从各种迹象来显示啊，蓝白合的可能性都不高。但是问题是，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历次的民调，支持政党轮替、支持在野合作的比例都非常高，所以这是一个明星趋势。所以重点是在于说，现在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国民党，怎么去呼应这样子一个趋势。民众党过去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国民党都没有跟他联系。那既然你看还是用这样子一个说法，但是事实上民众的期望又是什么呢？民众期望是希望你们赶快坐下来，能够整合成一组人马。虽然这操作上难度很高，但是这是民众的期望。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说，谁能够去呼应这样子一个民意，谁就能够去增长他的一个支持度，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最起码你如果真的不想合作，你也要让民众相信说，你不是不愿意合作，而是你尽了努力，但是对方不愿意合作。你要把那个不合作的帽子扣到对方身上，那你才能去争取那个超过40%以上希望政党轮替的民众。那当然我认为其实真的大家看这些戏真的是看得很厌烦，因为我们希望台湾有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我们希望民进党一党独大得到制衡，我们更期待政党轮替，让台湾的外在环境内在环境都有一个翻新的机会。那么谁能够呼应这样子一个期待？当然就是看你们这些目前有可能参选总统的人选。所以我认为第一个，你要说谁适合当总统，我觉得第一个考验是谁能够整合这些台面上的领袖，这是第一个标准嘛。你能够把大家找来坐下来讨论事情，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展现你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能不能针对一些重要的议题，大家可以采取一致的做法。昨天的这个游行里头，侯友宜提出了所谓的这个5件，柯文哲又提出了3件。我觉得是不是大家这个侯友宜、柯文哲，如果郭台铭有兴趣，他也可以来参加。坐下来，我们就先做一件事就好。囤房税要不要课？还是社会住宅？你们的目标明年可以做到多少？我觉得就先做一件事情。今年9月立法院就开始做这件事情，那让民众有感嘛。你如果说你一直在讲蓝白合，你没有任何政策的牛肉，大家听了都很厌烦。是没有错，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对，大家如果觉得居住正义，如果觉得房屋要改革就是买房子的政策要改革的话，那就大家坐起来，或者你要不要去谈。你要不要去追究一下地方政府过去炒这个带头提升这个公告地价，就是公有土地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找一件事情，大家开始来做，有共同的政策、共同的行动，要快要准，那这个才能够唤起民众的一个支持，才能够凝聚民众的一个希望。要不然真的大家觉得好厌烦呐。